暑期档第4回合的较量正式开始。超能一家人意外遭遇口碑滑铁卢，上映不到1个星期就已经失去了竞争的资格。芭比在宣发摆烂、排片不足 5% 的情况下上映，靠口碑发酵迎来逆袭，票房破亿。长安3万里继续发挥长线优势，票房很快就要超过名作之壁《熊出没》。封神第部开局并不算亮眼，不少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纷纷化身殷商自来水自发安利，结果成功的让电影从 ICU 转普通病房，现在已经开始奔着出院的目标稳扎稳打。生活就是这么充满着不可预知。现在第4回合的参赛者又多了一位，成功的把暑期档的热度给续上了。热烈，大鹏加流量明星加街舞题材。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没有期待的。一个小众运动项目，不仅要拍成喜剧，还要燃，还要励志，怎么看都像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热烈跟八角笼中一样，搞起印钱大规模的点映，敢采取大规模点映的方式，说明对自己的电影质量很有信心，数据不会说谎。点映首日票房超过2000万，点映期间多次出现票房逆跌，最终在正式上映前1天，票房跨过1亿门槛，成为了今年第2部点映票房破亿的电影。这么多轮放映下来，可以认为口碑已经是站住了。不出所料，电影上映3天，获得20项成就，票房破3亿，豆瓣评分 7.6， 和大鹏上一部保你平安 7.7 差不多。相比保你平安，我更喜欢这一部热烈，因为它少了一些设计，多了一些真诚。热烈的故事并不复杂，他叫陈硕，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街舞选手，可惜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父亲久病去世，家里负债累累，母亲为了生计日夜操持。陈硕不善言辞，但全都看在心里。他选择把梦想束之高阁，暂时把跳舞当成谋生的手段，白天跑商演，晚上干洗车。只有在没人的末班地铁上，他可以肆无忌惮地练习上一段。为了生存苦追，没有时间倒退，连做梦都是一件奢侈的事。他叫丁磊，年轻的时候他也是另一个陈硕，不同的是他比陈硕幸运，能够站在舞台上热烈绽放。遗憾的是，一次意外受伤，让他不得不告别舞台。职业生涯里没能拿到冠军，一直被人戏称为万年老二，这成了丁磊最耿耿于怀的事。退居幕后的丁磊创办了惊叹号街舞团，这些年他带着队伍四处征战，向全国冠军发起冲击。今年有了街舞王者凯文的加持，是丁磊离冠军最近的一次。凯文恃才傲物，看不上队里其他成员，觉得他们是自己夺冠路上的绊脚石。他让丁磊在他和其他人之间做出选择。丁磊人到中年，深知梦想和现实之间更多的是无奈。机缘巧合下，丁磊认识了陈硕。陈硕的才华他看在眼里，因此陈硕成了丁磊夺冠计划里的一枚棋子。陈硕也知道丁磊找他的目的并不单纯，但出于对街舞的热爱，陈硕并不在意。随着相处的日子渐渐变多，两人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然而生活最大的惊喜就是不可预知，丁磊和陈硕要如何逆风翻盘，回击人生难题，在观影的过程中始终牵动着观众的心。我本以为对这种公式化的励志题材电影已经麻木了，但看着王一博饰演的陈硕一步一步走向热爱的舞台，挥洒着青春和汗水，并最终收获成功，还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我承认之前对王一博的声音是大了点，在无名里王一博戏份最多，但很多人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了梁朝伟和周迅身上。程耳很聪明，知道藏拙，他给王一博的角色对白不多，大部分情况下是媚母表情的特工。也是这样的精心设计，几乎骗过了所有人，不到最后大家都猜不到他的身份。王一博在无名里的表现，平心而论，因为角色的讨巧不功不过。到了热烈，我没想到大鹏比程耳更懂得如何用好王一博，本色出演就是最大的必杀技。王一博本身就有着舞蹈经验，也跟陈硕一样不善言辞。如果你把他的明星光环拿掉，在现实里他就是陈硕笨硕。所以王一博饰演的陈硕某种程度就是在演自己。对于老戏骨而言，演自己可能是贬义词，但对于王一博这样的非科班演员出身的艺人，本色出演反而是拉近和观众距离的捷径。很明显的一个例子，看陈硕在台上跳舞的眼神，跟他在别的电影里不一样，那种热爱是藏不住的。对于现在这个阶段的王一博，也很难演得出来。得益于他本身就热爱跳舞，所以不需要刻意演就能出效果，让他和陈硕这个角色高度契合。我在看的时候并不会想到电影之外他的顶流身份，
换句话说，就是不会让观众出戏。没想到躲过了无名的叶先生，没躲过热烈的陈硕，这是王一博的功劳，也是大鹏选角的精准。说陈硕是目前王一博塑造的最成功的角色，不为过。流量从来不是原罪，而是一把双刃剑，就看你怎么用。这一点，大鹏已经完胜国内很多导演。流量向来都是稍纵即逝，这10多年里，流量明星风起云涌，前浪不停地被后浪推倒在沙滩上。只有一个真理永远存在，能活下来的都是有点真东西的。王一博如果想要摆脱流量明星的身份，目前看来并不缺机会，我还挺期待他之后的表现。电影的另一个看点是和王一博有着最多对手戏的黄渤。说实话，这几年黄渤的表现并不是特别耀眼，一部外太空的莫扎特更是让我为黄渤的路人缘捏一把汗。网上甚至已经出现一种声音，黄渤到底还有没有演技？热烈就是关于黄渤有没有演技最好的一个回应。他饰演的丁磊是一个曾经的热血舞者，为了自己的梦想一直坚持到现在。可惜人到中年，面对残酷的社会生存法则，他收起了热血，变得圆滑。丁磊开始信奉任何人任何事他都是有价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以前跳舞对他而言就是单纯的热爱，现在他想通过街舞去换名，去换利，去换社会地位，成为人生赢家。陈硕的出现唤起了他心中沉睡已久的热血。他和陈硕喝酒道别的那场戏是本片第一个情绪爆发的点。桥段其实跟王宝强那一部《八角笼中》很像，但黄渤的处理方式比王宝强更能打动我。王宝强饰演的向腾辉是通过假装生气来掩饰自己对孩子们的不舍，黄渤饰演的丁磊则是从头到尾都在克制自己的情绪。自己的事业、陈硕的梦想被放在了天平的两端，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这一次的选择有可能会改变一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而他又不是一个圣人，他也有着对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渴望。他越想若无其事地把话说完，他的眼泪就越止不住地往下流。真正的影帝级表演从来都不是情绪极度的对外宣泄，而是观众在他克制的表达里早已看到了内心的翻江倒海。中年人的不易在那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丁磊和前妻的感情线琢磨不多，但却起到了丰满丁磊这个角色的作用。电影没有交代两人为何离婚，但看得出来两人是散买卖不散交情。前妻看到丁磊在 KTV 跳舞的时候感动得双眼含泪，他知道丁磊这么多年其实没有真正的被现实打败，始终心里都憋着那股劲儿，这可能就是当初他喜欢上丁磊的原因，这为后来丁磊的转变埋下了伏笔。陈硕的出现只是再次让他确信一件事，跳舞不应该用脑子，而是要用心。更巧的是，现实中的黄渤20年前也是跳街舞的，所以这一次出演热烈也是黄渤对自己过去跳舞生涯的一个总结，让他会记得自己曾经也有一个燃烧过的青春。所以最后那场街舞比赛看得那么燃，就是因为两位主演把自身经历融入到了故事，融入到了角色里。那一刻现实反哺电影，观众跟随着两人的视角感受到了舞者们的坚持与热爱，千言万语就汇成一句话，热爱和你漫长岁月。电影真的是个好地方，里面住满着追梦的人，看着他们一直努力走向成功，这样的故事无论上演多少次都会让人热泪盈眶。前面也提到，励志题材的电影已经模式化套路化，但大鹏聪明的点就在于懂得如何扬长避短，不刻意说教，不灌成功学鸡汤，不搞烂俗的恶趣味当笑料，不掩饰对成功的渴望，也不会转过头去嘲讽失败的无用。爱情点到为止，拒绝工业糖精。很喜欢陈硕跳舞的纯粹，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和自我感动，单纯就是喜欢。这个电影最打动我的地方，不是陈硕最后追梦成功，而是刘敏涛饰演的母亲用实际行动始终支持自己的儿子。我从未感受过这种来自至亲的无声支持。看到陈硕躲在柱子后面哭，荧幕前的我哭得比他还厉害。我没有这样的父母，但那一刻我想成为这样的父母。我对电影的要求很简单，只要有那么一瞬间能够给我会心一击，我就会喜欢上这部电影。而热烈就是这样的电影。从2015年的煎饼侠开始，到今年的热烈，大鹏已经执导了5部电影，从最开始的不及格到现在的7分以上，大鹏每一部作品的进步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很多人看不惯大鹏的电影，认为他过于鸡贼，用底层逆袭的故事迎合观众，笑点和泪点都有明显的设计痕迹，圆滑入世又能坚持一定的自我表达。然而这些素质恰好就是一名类型片导演最需要的。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没有高低之分，中国电影市场够大，足够百花齐放，在商业电影里又有很多条赛道，
就像陈思诚死磕悬疑类题材，而大鹏似乎专注于为小人物写赞歌。他们都不是电影大师，但他们却是中国电影最缺的类型片导演。他们可能没有把一部电影打磨到近乎完美，但他们能把许多元素融合到一起，做出一部娱乐性拉满的商业片。这本身就是能力的体现。热烈票房口碑双丰收，再次证明大鹏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出路。热烈中，丁磊跟陈硕说：“你相信他，他就相信你。”这感觉就像大鹏借角色之口直抒胸臆，他选择相信电影，电影也就相信了他。